可以放共产党一马吗？静儿啊，如果因为你懂得一些俄语，看过几本马列的书，我可以原谅你。但如果从政治上来说，你就应该好好的学习了。请父亲赐教。不抗日，亡国；不反共，就是亡党。怎么讲？日本和中国开战，就是要灭亡中国。东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不抵抗，就等于是死。满洲国是什么？是另一个国家的意思，是日本的附属国。可是共产党和我们打了这么多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去看看他们的党章就晓得了。不做大可以共同抗敌，做大了就是统一我们。日本人啊，准备在河南动手了。他们集结了7个师团，10余万人，把唐安伯给包围了。刚才因此啊，并没有坐上关虎斗啊。蒋介石和我们在政治上有斗争，但是共产党抗击日本军队这个方针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啊，要通知京畿路域的前线部队，随时做好准备，打击来犯的日军呢。我同意。朱老总啊，我分析啊，蒋介石在1月17日把反共的高潮推到了顶点，却没有想到招来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对，这使他始料未及。我判断，接下来啊，他可能会有所妥协。是的，尤其是民主党派反应激烈，这是蒋介石没考虑到的。加上现在美国人的态度，我想他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思路吧。那么，咱们也得改变一下自己的思路啊。周副主席，起电。啊，来，大家都过来一下。来，我把毛泽东同志刚刚发来的电报给大家传达一下。毛主席说，以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一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进攻得如此之急，1月17日命令如此不得人心，他们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要开了，非想个办法更加于他不利。好，党中央再讲下一步棋。破坏抗日的大局一定是不得人心的。我想，毛泽东同志一定是想到了即将召开的第2届全国参政会。参加参政会的人员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10天公布的。本来呢，我们是有7个人要参加，毛泽东同志是要和你们一起参加的。原定是3月1日召开，没有想到发生了皖南事变。可是我们提出的12条，至今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你们说，我们还能参加吗？是不能。我听美国的朋友说，罗斯福代表居里留在重庆没有走，就是为了观摩这个大会的。如果我们不出席这个大会，那蒋介石就无法向民主党派和罗斯福交代了。民主党派给我出了个主意，沈钧儒、黄炎培他们对我说，我们以参政员7个代表的名义，将12条作为提案交给大会。哦，那要谢谢他们啊，给我们出了一个十分高明的主意啊。
怎么会弄成这样啊？这分明是共产党的彻底决裂呀！哎，你再去找周恩来。人家既然把12条提到了参政会上，我们应该有个态度才是。既然提到参政会上，人不参加会议怎么讨论？又怎么表决？世杰兄，你是真不明白吗？人家是让委员长新表态，他们不信任我们。王世杰没搞错吧？接受12条是我们参加议会的条件，他不明白吗？我们都明白，但是参政院谁说了算？是委员长啊，没有他的态度不行啊。要不，我约委员长，你们当面谈谈。这么多天来，政治压迫之严重，可以说接连不断，无理以及，实属忍无可忍。那也得忍啊，周先生，您是知道的，委员长这个人是吃软不吃硬，搞不好他会翻脸的。还没翻脸吗？现在所做的讨伐令，全国清党，逮捕八路军办事处各地工作人员，封杀《新华日报》，这还不算翻脸吗？至于见不见的，毫无意义。还是让我们涉过黄河的那一老套，还能有什么？周夫人，我先告辞了。啊，我送您吧。周先生，这些我都会跟委员长说的，但是，我真为你担心呐。谢谢你。这边请。别在这儿站着。现在我就算躲到防空洞里，也不安全。你先忙吧，我给中央写封文件。主席，我想目前还不是谈判的好时机，渐渐毫无结果，而且击退顽方的政治压迫，必须动员舆论或中坚力量，故将此事经过参政院来调解是必要的。我一切都准备了，即他捕杀讨寇，毫无所惧。Darling， 报告。进来吧。校长，夫人。Darling。啊，于孬在。于先英走了吗2月1日就走了，是何总长签发的通行证。现在剩下来的人就是周恩来、董必武，还有邓颖超。另外，《新华日报》每天只出半版。啊，你先下去吧。是。主席，离参政会还有4天了，一直没有得到我们这方面的消息，国民党方面比较着急。今天上午，张冲又找到周副主席，拿出蒋介石的几点意见，希望周副主席向中央汇报。主要内容有3点：第一，军事上18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往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可以留在华中。同时啊，再归还一个军的番号，
补新四军的空，归还叶挺和其他干部。边区和晋察冀政权照前议。第二呢，参政会请董必武和邓颖超出席。第三，军事上停止进攻，政治上蒋负责纠正，再不许发生新的事情。看来啊，国民党方面已经是走投无路，软下来了。哎，还得再给他们加加码。给恩来同志发电报，除非12条能够满意解决，并求有保证之前，绝不参加参政会。这口吻不等同破裂吗？责任在国民党，我们为挽救破裂，故提出12条。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我可能要回去讨论12条，做些完善。这12条公还能收回吗？董必武、邓颖超能出席会议吗？不可以。看来让外也必须让内。Darling， 我想我们还是应该让一步。这真是很奇怪啊！现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新闻记者都在关注重庆这件事，我看他们并不是关注什么参政会，而是关注共产党是否能够参加参政会。是啊，如果共产党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那我们就把他们请到家里来。主席，这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哦。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了，这是蒋介石在大会上讲话的要点。蒋介石在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我们中共，但是他不得不向参政会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了。虽然他不肯认错，但态度明显软化了，这说明我们前段时间的斗争啊，还是很有效果的。他蒋介石的这个发言，其实是一种阿 Q 主义啊，骂我一顿，他这个脸上就有面子了，正好可以借此收兵了。这实际上标志着国民党发动的第2次反攻高潮已经被我们击退了。往下来看的话，国共两党的关系将会有一段缓和时期。的确如此，就连宋美龄也要请周副主席吃饭了。他这是在给蒋介石找台阶下嘛。我认为啊，这个台阶我们还是要给他们的。在当前中国的2大矛盾中，中日两国间的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国内各阶级间的矛盾处在从属的地位。先前蒋介石也曾约见周恩来同志，但都被我们拒绝了。那是因为当时还有许多社会人士并不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现在事实已经公之于众，在真相大白、人心向我的形势下，确实可以暂停纷争了。我还是那句话，以斗争求团结。我们这个时候也应该顾全大局啊。我们可以坐下来和他蒋介石啊好好的谈一谈，缓和一下对立的空气了。感谢各位光临寒舍，区区小菜不成敬意，来，请。请。来，我们举杯。请。来，大家尝一尝啊，吃菜。我们有2个月没有见面了，由于忙于参政会的事宜，
也不便相见。现在会开完了，情形也缓和了，终于可以聚在一起坐下来谈一谈。来用餐。委员长，那我们就先讨论讨论新四军事件、政治压迫、防地问题、扩军问题、饷弹未发问题、新华日报问题和中共12条。大家边吃边谈，边吃边谈啊。新华日报在今年2月，由于受贵党特务会报刊等规定，只准印不准卖，每天只能出半版。订户受到特务威胁，不敢去领；报贩怕被追捕，不敢再售。这样对待新华日报，跟封闭报馆有什么区别？居然有这样的事，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事，委员长和我根本就不知情。言论自由，新华日报不是应该受到合法的保护吗？夫人说的没错，可是我第18集团军驻各地的办事处不断受到压迫，贵阳警备司令部将我部8人带走，高级参谋李一涛被拘留，西安办事处汽车队、兵站、仓库多人被捕，这些事难道夫人也不知道吗？夫人对这些事情当然是不知情啊。不过恩来，刚才你讲的那些部队驻地以及军队多一点、饷弹多一点，这些都没有问题。前提是你们必须要服从中央的命令，这些就容易解决。周部长、周夫人，那些都应该是下属所为。委员长以前不知情，现在知道了，他一定会解决的。可是这次的皖南事变也非常的严重啊。我在参政会上已经明确的讲过了，皖南事件不牵扯到党派与政治，以后也不会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目前国民政府以及全国的广大民众的头等大事，那就是要一致抗日，并要惩处那些民弱的败类及头等的汉奸党。至于我们之间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希望能继续精诚团结，长期讨论。来，请用餐。千古奇冤，江南一夜，同是操戈，相煎何急？委员长，皖南事变只会让新四军和华中抗战根据地走上新的一页，新四军也只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指挥的队伍。从此以后，这麻雀恐怕要满天飞了。感谢委员长和夫人的盛情款待。来来来，大家干一杯。朱老总啊，咱们又一关过去了。哦，是个大难关啊！我们进行了20年的革命时间，有很多东西啊是需要总结的。不过呢，现在我们的党已经到了快要自评的时候，否则我们就无法完成
中国革命的任务，也无法完成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啊！说得对。哎，我们要急于统一全党的思想。我觉得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学习的方法。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100年来，其优秀人物的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1次世界大战和苏联的10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了。周先生，来，写得真好啊！是啊，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严老板，不是跟你说了，没有十分重要的事情不要来办事处吗？今天可是重要的事情啊！什么事情？昨天我参加了一个酒会，会上有一个喝多了的德国军官跟国民党的一位官员说，德国最近要进攻苏联。情报准确吗？准确。当时他是用英语说的。这个情报太重要了，要转告中央，即刻转告斯大林同志。好。Herr Stalin, Prosperität und Ihnen alles Gute. Und dass die Freundschaft zwischen der Sowjetunion und Deutschland auf ewig und ewig hält. Желаю успеха и процветания, СССР. Я верю, что между нашими велик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мир и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е. Ich glaube fest, dass unsere beiden große Nationen. Спасибо за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Я верю, что наши народы всегда будет объединять дружба. Verbunden bleiben. Danke. Спасибо.德国要入侵苏联？不会吧？他们可是在1938年8月23日，这苏联莫斯科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这怎么可能呢？这是有可能的。这是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Он всегда рассказывает смешные анекдоты.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Что? Ну-ка посмотри. Что ты думаешь, такое возможно? Это очень непростой вопрос. Но я доверяю нашей разведке. Отправь телеграмму в Пекин. Скажи нашим китайским товарищам, что мы их благодарим за хорошую новость. Есть,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unser neues Hauptquartier, die Wolfschanze. Was halten Sie davon? Mein Führer, ich danke, dieser Name entspricht den deutschen Tugend. Sollen wir die Kehle unserer Feinde beißen? Sehr gut. Genau wie die Wölfe. Nun. Ah, danke sehr. Bitte sehr. Helfen Sie mir doch bitte beim Schreiben eines Briefs an einen Freund. Nach monatelangem Überlegen und Beratungen mit meinen Vertrauten, nach langem Warten, habe ich endlich eine äußerst schwierige Entscheidung treffen können. Der Engländer ist bald besiegt. Er gleicht einem Ertrinkenden. Aber sie haben immer noch Hoffnung. Mit Grund. Die Zerstörung Frankreichs war den britischen Kriegstreibern ein gutes Beispiel. Denn sie haben gesehen, was im Bereich des Möglichen liegt. Man bemüht sich nun, einen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voranzutreiben und der Deutsche wird der lachende Dritte sein. Was ist das denn? Ach, ausschalten! Sie da bloß aufgelegt! Das ist ein niedriges, ein verhöhnendes, ein absolut absurdes Lied, was Sie mir da aufgelegt haben! Warum? Ich will, dass dieses Stück auf ewig verschwindet! Ewig! Ich will es nie wieder hören!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немецкий офицер, который перешел на нашу сторону, сказал, что Германия нападет н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утром 22 июня. Я не верю. Этого не может быть. Я думаю, это какая-то провокация Гитлера. Ты что думаешь, Тимошенк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надо дать приказ личному составу готовиться к войне. Все войска должны решительно реализовать план сражения. Решительно. Не надо делать поспешных выводов. Мы не можем совершить ошибку, чтобы дать Гитлеру повод для нападения. Все, идите. Неужели и правда к нам пришла война? Sta dormendo. Per favore, svegliatelo. Ho una notizia esplosiva da dargli. Vieni pure. Signore, Ciano vuole vederla. È una cosa importante. Va bene, va bene. Cazzo! Mio re Benny è addormentato! Chi è? Chi è? Ci sei? Sono Ciano, ho delle cose da informarti immediatamente. I tedeschi di venire qua! Hitler! Ah! Che cazzo vai, Hitler? Mi chiamo tutte le volte la fossi su il fottesimo cane di guardia. Chi c'è? Chi c'è? È molto importante. Vengo a fare rapporto. Dammi. Tutte le volte che voglio fare un caso, lui la fa. Hitler invaso l'Unione Sovietica. Prima o poi incontrerà l'Unione Sovietica, non la Francia.
1941年6月22日凌晨3时30分，德国空军出动1200余架飞机，其中水平轰炸机510架，俯冲轰炸机290架，歼击机440架，同时向苏联西部边境4个军区发起突击。希特勒闪电夺取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了。Немецкие самолеты уже бомбят Киев, Минск, Иркутск, Хабаровск, даже Казахстан. Поэтому все воинские части начали мобилизацию. По сведениям Кузнецова, Северный, Черноморский и Балтийский флота готовы к сражению. Все готовы к сражению. Все готовы. Алл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Алл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вы поняли меня?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1941年6月22日，一个黑色的日子，一个让世界震颤的日子。这一天拂晓，法西斯德国的铁甲履带碾碎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苏联1800公里长的边境线，也碾碎了全世界200多个国家20多万期盼和平的人民的心。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немецкие войска в большом количестве пересекли границу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н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宣战。希特勒以300万大军、6000门大炮、4000辆坦克、1000架飞机，对北起波罗的海、南到黑海一线的苏联边界展开了势如破竹的巨大攻势。德国坦克和步兵师像浪潮一般涌入苏联境内，在短短1个星期里，德军突入苏联境内600公里。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美国总统连夜飞回白宫结束。法西斯是这样的。在希特勒的指挥棒下，德军对苏联的进攻3路齐发。北路直指10月革命发祥地列宁格勒，中路目标苏联首都莫斯科，南路则扑向盛产煤炭、石油，同时又是东欧米粮仓的基辅、哈尔科夫和顿巴斯。Mr. President, we warned Stalin 6 months ago, but he didn't pay much attention to the strategic situation or to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Stalin trusts too much the non-aggression agreement he signed with Hitler. But he forgot the person he was dealing with used to be in prison and has a criminal record. He's a rogue. We need to unite against Hitler in all actions. Hitler is dangerous not only in Europe, but also in the American continent. Any action against Hitlerism should be united. This would accelerate the overthrow of the German fascism ruler
and also promote national security. Mr. President, I have a suggestion. Soviet Union, they have depos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froze their accounts since they signed that agreement with Germany. So, do we unfreeze it? Soviet Union needs money now. Unfreeze the accounts. Okay. 苏联最高统帅部向全世界共产党人通电：德国法西斯已经向社会主义的苏联宣战，伟大的苏联红军和人民正在全力抵抗。哼，苏联那么大，谁能一口吃掉呢？我们中国也一样。日本人发动战争的时候，狂妄的叫嚣，3个月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是1941年，日本解决不了我们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事，只有靠我们自己来解决。对，靠咱们自己。是啊。想当年啊，拿破仑也是发动的夏季攻势，可是到他打到莫斯科的时候啊，已是满庭的大雪在等着他。这个大雪啊，可不是让他拿破仑去欣赏，而是把他的入侵大军全部送进了坟墓啊！Я думаю, что 21-ю дивизию под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м генерал-лейтенанта Попова мы можем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в районе Ленинграда. Вот в районе Балтики, мне кажется,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ее задействовать 25-ю дивизию под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м генерала Кузнецова. А не могли бы мы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30-ю дивизию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 под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м Василевског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военный округ –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резерв армии. Он только для критической ситуации. Когда наступит это время? 30-я дивизия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для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я Японии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У нас одна палка и 2 волка. Я думаю, нужно дать задание нашим спецслужбам, 4-му отделу. Пусть узнают истинные намерения японцев. Это поможет нам выработать правильное решение. Так и сделай. Good afternoon, Mr. President. I am sure you are already aware that the Soviet-German war has begun. Yes, the notice we sent to Stalin now becomes true. I would like to state our policy. Any individual or country that opposes the Nazis will receive our aid. And any people or country that supports Hitler will be our sworn enemy. In the past 25 years, no one has opposed communism the way I have. America has decided totally to support Russia's against Germany. Let us learn from this experience and put more effort to work together to fight the enemy. Mada 変わるよ。君はとても可愛いです。何？うまく言えないですけど、とても可愛いです。あなた日本語が本当上手ね。いやいや、まだまだ。
東京に確かにソ連赤軍のスパイ組織があり、しかも20以上のスパイであることが判明いたしました。憲兵隊にも東京で網を張らさせ、まずはあの外国人たちを引っ張りたい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いい。閣下、今まさに千載一遇の好機であります。日本とドイツは東西両面からソ連に侵攻するべきです。ドイツだけでは勝利できません。もし日本が参戦すれば勝利は間違いありません。ソ連に侵攻するべきです。次に米国に侵攻するなら、それこそ大量の石油が必要ですが、サハリンにはその大量の石油があります。また満州に直ちに4個師団を追加派遣することをお願いします。4個師団の派遣はいいだろう。しかし率直に言うと、いくつの師団を派遣しようがそこに埋もれてしまうだけだ。もし関東軍の師団がソ連に侵攻すれば、山東河北の共産軍が東北に入ってくることができる。河南でこうした先例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東洋というこの戦場で我が軍が二方向から作戦を展開する力はもはやない。残った一本の道は南に向かうこと。長官殿、陸軍は今戦闘に向かって動いておりますが、我々海軍は何も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せん。せいぜい駆逐艦を派遣して陸軍の輸送艦の警護に当たるくらいです。我々は単独でやるべきです。単独でやろう。欢迎你呀，崔克周先生，请。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много раз звонил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Его сейчас очень взволновала новость о японских войсках. Сосредотачивание очень огромного количества японских войск рядом с Пекином. Нам интересна сейчас ваша реакция. 毛泽东同志早就电示华北前线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示我军需准备配合苏军作战。Но если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не будет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о войско, тогда как же мы будем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в будущем? Все же мы должны помнить. 崔可夫同志，中共的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毛泽东同志对当前的战争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他综合分析了各种情况，认定日本暂时不会进行北进。Тогда скажите мне,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чему вы считаете, что японцы не нападут с севера? 日军在张古峰、诺门坎挑衅的失败，使日本政府不敢轻举妄动，而东南亚地区因法国投降，防御空虚，日本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印度支那北部，并使其在南方的海空基地逐渐的壮大。Пожалуйста, продолжайте говорить. 从兵种的分配和兵力的分布情况看，日本苦心经营，发展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巨大的海军如果不投入南方，那就只能是搁浅的巨龙，无法发挥它的作用。种种迹象表明，日军在宣然北进时，正在悄悄地准备发起一场震惊世界的大动作，向南推进。Да, вы говорите верно. Для нас же все идеи и мысли товарища Мао имеют значимый вес. Поэтому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больше не волноваться. 苏德战争爆发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美英迫切需要进一步协调反法西斯的战略，两国首脑遂于1941年8月相约大西洋北部纽芬兰阿金夏海湾，在奥古斯塔号军舰上举行了大西洋会议。Very pleased to meet you here. Yes, it's been a long time. 而其后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也为后来联合国宪章奠定了基础。But what should we do about the Japanese attacks, or aid to the Soviet Union, or military support to the UK? Better to prepare a declaration with some basic regulations. That is a good idea. Let us both write a draft. August 14th, 1941. The Atlantic Charter was drafted by 1941年8月14日，在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由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大西洋宪章，其核心意思，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宗教信仰的自由。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有免除匮乏的自由。在世界的一切地方，一切人都有免除恐惧的自由。看来，英美成立了联合同盟啊。I have a question. Mr. Secretary, Washington Post. I have a question for you, sir. I have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What do you think? Japanese ask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to stop support China and require United States to work with Japan in order to rebuild China. What is your opinion? Well,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reject that proposal, and we will not recognize Japan as the priority in the East. Japanese government broke th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interfered in another country's internal affairs. America cannot stand for that. So, on behalf of my government, I declare here, we will freeze $200 mill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pose economic sanctions on Japan. Sir, I have a question. Hello. As you know, oil is important in the war, and this is the weakness in Japan, so there will be a sanction about that. Japan must remove their troops from China, change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Axis Union, and guarantee Pacific equal trade. Otherwise,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will cut off the oil trade and freeze all they have and apply embargo to Japan. 请进。光府。成了，成了！多少？2000万美金。以朱宗偿还本息，为期5年。真有你的！老朋友摩根答应，很快还可以成功一笔。好，他们要我们的矿砂，数额还是2000万美金。好，太好了！马上以我的私人名义开一个家庭派对。不必吧？名义上是为了庆功，实际上是放风出去，让日本人知道。我没明白你的意思。1940年9月，德意日3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其目的就是让老美隔离于欧战之外，以便于他们先好好的收拾英国人。而罗斯福接过了这一招，他马上意识到了
唇亡齿寒的危机。第2年，他击败了对手韦尔奇，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位连任3届的总统。就在他的就职宣言中，他要求美国民众审慎思考，我们在历史上占有什么位置，而现在我们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将因迟钝而冒真正的危险。很显然，老美已经磨刀霍霍，准备登场了。看来蒋先生把你这个大学者放到美国做大使，是选对人了。副主席，宝航，好久不见，快请坐。好。副主席，刚刚得到情报，陈光甫继上回同邮贷款之后，又借到一笔钱，2000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个人呐，本事不小，当然也有胡适的面子。这之前，王正廷大使通过很多关系都没有借到1分钱呢。1941年是世界大局发生剧烈变化的一年。我们先看美国。自1939年欧战开打，罗斯福就料定美国远离战争的漩涡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民间反战声浪高涨，一个民选的总统自然要顺应民意，所以呢，一直保持中立关火的立场。在此期间，他们只是充当了盟邦兵工厂的角色，最多也就是让军火商发一点战争财。当然了，美国也曾给予中华民国一些帮助。我想啊，现在罗斯福可能是看到了一种风向，美国人如果再不进局的话，他们就可能成为局外人了。可能是一种暗示。他们是想说，太平洋地区是属于美国的，日本人不要去染指。听说蒋介石在得到美国人借给中国的钱之后，很是兴奋呐。这不奇怪。国民政府内部有一种倾向依赖美国。大公报最近有一悲观论调，寄希望于美国，认为切断地中海越快越好，这样就可以促进日本南进，美国也就可以尽快介入。副主席，您分析的太有道理了。金子啊，日本接下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是选择了南京而不是北京。作为军政部长，你的看法呢？日本人南进还是北进，和苏联关系很大。现在斯大林要面对的敌人只有希特勒。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和他签下了日苏中立条约。这样一来，斯大林为感觉东方无战事有了安全感。但是日本方面呢？日本嘛，他们觉得东北无战事，很可能会选择南进。可是这又牵涉到了美国，所以他们加紧和美国的谈判。为了达到目的，日本的野村大使先后和美国的国务卿赫尔甚至罗斯福洽谈了40余次之多，但问题都卡在承认满洲国的原则问题和撤军驻军等问题之上，迟迟未能解决。日本一定不会同意美国这些要求。没错，激进思想是军国主义的思想基础，日本军方历来对外务上都是不放在眼里的。看来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会让日本
加速解决掉中国的战事啊。Angesichts der raschen Entwicklung und der Lage der Dinge sollte Japan eine sofortige Militäroperation gegen die sowjetische Union durchführen. Wenn Japan sich wartet, bis die Sowjetunion unterlegen ist, dann verliert die Japaner an Moral und ihrer politischen Status. ヒトラー元首は我々の南進に励んでくださり、我々の北方は安全だと。なのに今は北進をしてくださいと。もしかしてソ連との作戦は煩わしくなりましたか。Unsere Operation auf der Front war extrem erfolgreich. Nach dem Plan können wir innerhalb einem Monat Moskau im Sturm nehmen. Herr Heitiki Dojo, warum wischen Sie ständig Ihre Brille? 目の前のものをはっきり見るためです。Was meinen Sie damit? Ich meine, ドイツの電撃戦はどうかな。大使閣下の勝利についてのお話は誇張だ。南進か北進かは我々自身で決める。私の得た情報によると、ドイツのソ連への侵攻速度はだいぶ緩くなり、軍事補給も間に合わず、戦線も長くなりすぎている。そこで私は南進する決心を固めた。我が軍の南進方策は、まず仏領のインドシナを占領し、ビシー政権に圧力をかけ、流血なしの占領を実現させる。もし米英からの干渉があれば、武力鎮圧だ。この河合作戦は9月18日に決行する。9月18日、この日を決められたのは東条陸軍大臣とのこと。我々が中国に来て10年経つ。時の経つのは実に早い。我が皇軍は最強の部隊を調査以北陸水以南に配置し、支那政府軍第9戦区の主力を壊滅する。第6師団は3日以内に第1波の行動を挙げ、総統戦を開始せよ。はっ。
飞机！飞机来了！告诉大家，隐蔽！快隐蔽！隐蔽！起来！どうぞ。大将へのご昇格おめでとう。軍人たる者、戦場を離れて元帥となったところで何の役にも立たない。祝うべきは岡村さん、あんただ。河北方面軍総司令官、大将へのご昇進をお祝い申し上げる。ありがとう。しかしおっしゃる通りだ。軍における階級など何の意味もない。元帥といえども負け戦をしないわけではない。とにかく一日も早く品事変を解決したいだけだ。そこで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のだが。何なりと。1938年我が方は河北に兵力80万を投入し、それなのになぜ八路軍を叩き潰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のだ。自分が無能であった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い。相手のことが全く分かっていなかった。相手を攻撃するときには一個連隊も動かないが、相手から攻撃を受けるときはたちまち100の連隊が湧き出てくる。それは八路軍と戦うとき、そういうことだ。前陣の失敗は後陣の戒めとなるのだな。100万人を使った対戦計画を準備中とか。そうだ。うまくいくはずだ。ではこれでお別れだ。記念に一つ
進呈をしよう。何かの役に立つかもしれない。これは持っている。同じものかな。同じだ。いや違う。俺のは古くなっているが、あんたのはまだ新しい。読んでいないのでは？たとえボロボロになるまで読んだとしても、この本を書いた人物に勝てるとは限らない。1941年8月至10月，日伪军集中7万余人，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企图歼灭晋察冀军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这是整个抗战期间最大规模的一次扫荡，其残酷性和野蛮性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被日伪军包围在狼牙山棋盘垛上，是我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7连2排的5名战士。他们所在的第1团刚刚完成配合晋察冀军区机关的转移，刚刚完成掩护上万名干部群众的突围。收枪！宋传义，学义，主公，学义，你干孙大，班长，鬼子又上来了！离开！同志们，我们已经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鬼子马上就要上来了，咱们就是死，也不能投降。走，走，起来！学义。班长，拉弦吧，我们跟你走。班长，拉吧。奴らは玉切れだ。引き取れ。突撃だ。拉吧。6班的同志们，离开！让我们用共产党员的行动来证明我们共产党员的精神。同志们，走！班长！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晋察冀北越。平西区的反扫荡战役持续了2个多月，期间作战800余次，歼灭日伪军5500余人。我八路军地方武装伤亡2000余人，根据地百姓伤亡4000余人，被烧毁房屋15万余间，粮食损失3000万公斤。1941年是华北抗日根据地转入严重困难的第1年。日军华北方面军此时已清醒意识到，中共武装具有惊人的实力，仅是将其驱散，代为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预备，放！
长沙一战，薛岳部最终虽收复了长沙，保住了胜利颜面，但损兵折将，付出了7万人枪的结局，仍令国府上下始料未及。不能忘怀已经长眠在汨罗江边、唠叨河畔，为国捐躯的无数有名无名，无论是5战区还是9战区的官兵们，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中国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赢得胜利的同时，也赢得了世界瞩目。加合作戦は失敗に終わり、野村大使と米国との交渉がまとまる余地はほとんどなくなりました。ルーズベルトは次第に対日制裁を強めており、松岡外相は依然として独断専行で強硬姿勢で米国に対応しております。このため日米関係を緩和すべく、近衛首相が内閣総辞職を行いました。Mr. President. Morning. The battle for Changsha gives hope for the Chinese. Japan stands to lose everything it's gained from its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Here. Please have a seat. Thank you. Changsha victory is not only a victory in China, but also a victory for the Allies in combating the Axis. Thus, as one of the Allies, we need to do something. My guess is we need to provide China with medals and money. That is not enough. I think we also need to train their Air Force.
comes in, takes them out. 2 hands, 2 fighters, together. It's alway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3 or 4 working apart. Now, the Japanese are brave and they are good at what they do. You do not want to underestimate them. They are kick-ass pilots, but we are better. You understand? Yes, sir! Follow me. Now, the advantage of the P-40 is it's fast and it's tough. The advantage the Japanese planes have is they're agile, more agile than ours are, and they climb faster. So, we gotta get up first, dive, shoot them, get out of there, climb up again, dive, shoot them, and get out of there. If we do that, we'll kill a lot of Japanese. All over my planes. Because I want them Jap bad. Here is a genius. That is exactly what we want. When we come at those Japanese, we want those midget goddamn devils to shit their pants. Give this man a round of applause. Yeah! Woo-hoo! 1941年12月1日，莫斯科面临德军南北挤压。霍普纳的第4坦克集团军、霍特的第3坦克集团军正由北向南迫近。在莫斯科正南，古德里安的第2装甲集团军正从图拉步步北上，而克鲁格庞大的第4集团军群也日渐逼近莫斯科。12月2日，距离莫斯科不过30公里的亚赫罗马落入德军之手。德军先头部队已经开进距莫斯科只有25公里的地域。12月5日，气温骤降。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边近200公里的战线上被突如其来的严寒终止了攻击。此时，德军在空中已不占优势，漫长的后方补给线更是不断受到苏联游击队的攻击，没有足够的物资应对雨雪泥泞、酷寒天气。更糟糕的是，苏联的远东后备兵力已经源源不竭地加入了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德国法西斯进攻苏联，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不仅是对苏联，也是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挑战。And what is the attitude of Yan An? 同志们好。那延安的态度呢？目前，共产党最为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动员世界各国人民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You really think that's gonna work? 您觉得能实现吗？联合肯定是要有代价的，因为世界各国都会从自己的利益上作为出发点。In America, Roosevelt's impression 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od. 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不错。印象是不错。那是八路军、新四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所争取到的。美国人现在容共，
是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抗日的，在中国抗日的正面战场最危急的时候，牵制了日军好几十万人。这个意义不仅在于保卫了中国，也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What's your opinion on the Japanese-American relationship right now? 您对日美关系怎么看？日美之间必有一战。你不要听那个日本的什么近卫首相，天天嚷着要和美国人谈判，好像罗斯福还相信了。德国攻打苏联，这份情报是我们共产党人交给苏联的，但是斯大林没有相信。如果他要是但凡相信一点，也不至于一下子被推进了600公里。我啊，也不是个算命先生，但是日本呐，一定会打你们的。而且我判断，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和你们打起来。Are you saying that Japan will attack America? 您是说日本人会攻击美国吗？信不信由你，由你们美国人。